夫人在自家府中，怎么也鬼鬼祟祟，如同做贼一般呢？大哥领，我可是翘首以盼，一直在等你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太皇太后没有为难你吧？害我白白担心了一晚呢。颜六娘，何必惺惺作态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讨好于我吗？不吃这套，那算了。满意了？身为刑部书吏，应当知道伪造奏折该当何罪。况且你的只言片语惹出朝堂多少事？我当时救夫心切嘛，我也没有写过折子，怎么知道什么该写，什么不该写？救我？哼，怕是拿我当刀使吧？哎呀，夜深路重，大哥令我们赶紧进屋休息吧。啊，是你呀！姑娘，这边坐，来，来坐。多亏了你啊，我那不孝的孙儿也算是瞑目了。大哥领，这些尸骨还要不要？陈书生写的文章深受学子们的称赞，我拿了一本给你。可惜啊，我不认识字。我念给您听。西洲曲，一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，丹山杏子红。这夫人还真是愿意给自己揽活。但他想要的公平和正义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有如此筹谋。怎么了？太皇太后下旨，将弘文馆作为试点，则寒门贤者入馆求学。真的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六娘此事万万不敢贪功，全靠大阁领从中斡旋，此番定能在寒门学子当中落得一个明察秋毫的名声，多好！六娘是替你高兴。我在意的是这些吗？以后再有所行动，提前知会我一声，要不然我绝不轻饶。也是，你一个白无常还要什么名声？大晚上的要出去闹什么呀？啊，我去活动一下，跑个步，不跑累了，怎么能在白无常身边睡得着呢？夫人。他每天晚上都去跑步吗？夫人说这样有助于睡眠。
是太亮了。灯没动啊，还是原来那样子。你们也觉得亮吗？府里的人都习惯了。我记得西沉有一种布料可以遮蔽光亮，去做张帷幔来。是。还有，以后那边的灯别点了。能省则省。是。大哥领，闯都闯了，进来吧。快给我下来！西明寺的12名死者，身份已经全部核实。这些成队的尸首，生前大多都是熟识，经常出双入对。不过还有2对，并没有查出生前有任何的纠葛。不是说那位府办事效率高，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查出来？男尸都是氏族，凭借生前的容貌还有衣着，很快可以辨出。不过那些女尸都被毁了容貌，又没有户籍，的确花了些时间。而且，他们的失踪时间同尸体的死亡时间也不。户去的。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，可锤锤说过，有名气的手艺工匠都习惯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记号。碧江金坊的金匠，当年是宫中司针房，为贵人打造首饰的，开坊不过10年，胜过许多100年老坊，成为城中魁首。那您慢走。啊，贵客临门。不知道2位想选些什么？法簪，把你们这边最好的都拿来。是。夫人可有满意的？这个，夫人好眼力啊！多少钱？50两。我就说一般的月季买不起吧。夫君。人家要买好看的，等掌柜的来了，让他拿出镇店之宝可好？
紫笋茶乃是当今御贡，更以阳县紫笋茶为上上珍品。之前我得蒙圣恩，赏了几两，放在家中一直不舍得喝，倒是贵方阔绰。这是咱们东家的珍藏，贵客临门才舍得奉上的。掌事的还没来吗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阁领和阁领夫人呀！不知二位今日光临寒殿，有何指教？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你是英王殿下身边的杨掌事。大阁领真是好眼力，竟还记得我这小小奴婢，真是受宠若惊了。这些金饰认得吗？这确有出自我必将金方。好，我要购买这些金饰人的名单。大阁领，您这可就难倒奴婢了。金房开门迎客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，这些年卖出的首饰那也是不计其数，哪能都还记得呀50两一个的发簪，寻常百姓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买不了几次吧。给不了账本，那你不如告诉我，谁可以给我？这内卫府办案，若有隐瞒，此事严重，可你承担。大阁领稍后，奴婢这便去拿。这个不错，就这个了，简单，适合你。送给我吗？不会是让我自己花钱买吧？女死者佩戴的这些金饰，还当真是价格不菲啊！买这些款式的名单里没有那些乐器，倒是有几个熟悉的名字。是男死者？哦，没错，他们为博红颜一笑，还真是一掷千金啊！这个好像是笔糊涂账啊，不少出货都只写了宴送，没有数目，也没有具体的去向。金方常常举办宴席，邀请城中那些权贵女眷，想必是赠出去了。这么大手笔，那个杨掌事还真是厉害。厉害的另有其人。杨掌事是英王殿下的心腹。品阶地位皆非普通工人可比，可刚才他在你面前，口口自称奴婢，还乖乖把这个名册交了上来，看上去是生怕得罪了您这号大人物。扮猪吃虎，其实就是不想让你再继续查金方。他的背后很有可能就是英王殿下。难道他们是想通过宴席来拉拢各大官员后宅的女眷？
再通过枕边人去了解各府的心思和动向。沈夫人如此冰雪聪明，应当能懂本宫的意思吧？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，你的夫君没有教过你吗？殿下，大格岭前来接沈夫人回府。这才不过半日，大格岭竟如此记挂沈夫人。看来坊间的传言也并非虚言，你们二位的感情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花宴已散，夫人半晌未归，想来是宫中太大迷了路，臣着急，这才来接人。毕竟家中还有很多琐事要夫人去处理。大格岭都亲自来接人了，本宫要是再缠着沈夫人，那岂不是太不识趣了？不过有一句话，本宫还是要告诉大格岭。查命案最要紧。多谢英王殿下提醒。可有受伤？居然出血了！英王可有逼你吃什么东西？会不会中毒？大格岭一路辛苦了。上了马车，别人就看不到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我这次进宫会凶多吉少啊？
一个刚学会走路的人，不摔一跤，怎么会知道跌倒有多痛？况且你接了鹰王殿下的一张底牌，敲打一番也不为过吧？接他老底的明明是咱俩，偏就敲我一个。不过，你能过来还谢就不必了。你之前写折子救我，我算是礼尚往来。哦，之前内卫府调查的时候，可有发现梁家大房夫妻不睦？内宅之事，查他作甚？大房的确一直就着二房叔伯不放，整日哭天抢地的。好在那梁吉人算是识得大体，不曾刁难二房。梁承仲是独子，这大房算是被凶手给绝后。恨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即便没有被挖心，也活不了多久。那下滴水观音的人亦有杀心，只不过没有那个连环凶手快罢了。人啊，不能总指望别人伸手扶一把，能自己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好。严府的下人。六娘子，老爷让我提醒您，这3天早都过去了，这回门之日啊是一拖再拖。之前您说了明天就回，这次可不能再变卦了。啊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大哥领来了。但我觉得我夫人很好。小婿公务繁忙，来晚了。岳父、岳母，多多海涵。不晚不晚，时候正好。啊，是啊是啊。今日六娘回门，我要厚谢严家，教女有方。才能得如此聪慧过人的女子。请来。岳父，听六娘讲，您平日里爱好品茶。这是釉葵花式的瓷杯，出自越窑。这是御赐的紫笋茶。哎呀，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！沈府的六娘三生有幸，连英王殿下也说，我娶了个好夫人。
英王殿下。潘延之，他的字画不是已经绝迹了吗？啊，临摹的。老朽前几年偶然得到潘延之的拓片，一时兴起便研习了一下。连你都觉得不可思议，那果真是惟妙惟肖啊！看来你模仿字迹的本事，是跟岳父大人学的。我只不过是略懂皮毛而已。不过这天底下就没有我父亲临摹不了的字儿。哦。练笔而已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贤婿快来快来，一同用饭，一同用饭。贤婿快来快来快来啊！吃饭吃饭。父亲，我们回府中还有些许要事。哎，既然是岳父大人相邀，那自然是要留下来吃饭的。只是晚些时候得早点回府，还有要事要办。懂，都懂。郎君，您前些日子让我准备的帷幔，准备好了。这是西尘一种特制的面料，可以有效地遮挡光亮。这是郎君啊，特意让我。用来练刀，刚刚好。浪费！你这阴晴不定的脾气，真应该改一改，不然以后谁愿意服侍你啊？是谁在严府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，要好好服侍我的？夫人如此避讳夫君，怎么能服侍得好呢？你当真要我服侍你吗？
我们本就是夫妻，即便是发生点什么，也不会有人说闲话的。我还怕有人说闲话吗？夫人伺候夫君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。服侍就服侍，谁怕谁啊？夫君身上好香啊，你要不要也闻闻看，看我香不香？跟我动！来人，把夫人那边的灯给我照亮点儿。大哥领，西明寺那边出事了。这。内卫府人手够了，大哥领，让你回刑部听差吧。撤。哎，谁非得跟着你们似的？有本事，你别回来求着让我查。叫你们大哥领出来！沈都，沈都，沈都！大哥领在忙，不见人。我是你们的大哥领夫人，谁敢拦我？沈都，你给我出来！赶出去！沈都，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，抓我师傅干嘛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把我师傅放了！沈都，你放我师傅出来！六把我师傅给放了！师傅。哎，你呀，都为人父了，还这么冲动。师傅，你以后少喝点酒吧，尤其是不能乱喝，别人给的。我这个徒弟啊，是个直性子，还望大哥领见谅。了解。你了解什么？我，切，不瞎了，说吧，找我想问些什么？听闻陈师傅研制了一种独特的朱砂，用时不显，遇水则鲜。没错，本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研制的。不知此种特殊的朱砂，是否为陈师傅独有？我归隐之前，曾将此方给过几个固有的家仆，用作驱虫，效果甚佳。还想劳烦告知是哪几家？我知道了，为什么死者的失踪时间和验尸的死亡时间相差那么多？延缓腐败，驱虫避害。没错，就是朱砂。尸体的周围都配有草药，原本以为是用香料遮掩尸臭，其实是掺入了一种特殊的防腐朱砂，所以仵作检验的死亡时间才不准确。师傅，
不知陈师傅能否推算出真正的死亡时间？你这个徒弟呀，倒不怕累到你师傅。哎呀，师傅，冤案待破嘛，您就辛苦一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盘我师傅赢了。啊，赢了，赢了。那就走吧，带我去听师法。走。哎呦，听师法。我师傅通过防腐的程度，大致推算出了死者真正的死亡时间。胜利4年初春，胜利4年盛夏，胜利5年2、3月，胜利6年6月，胜利6年8月中。范围不能再缩小了吗？现在看来，没这个必要。男死者胃里发现的。之前看尸身的腐烂情况，认为即便死者被害前有进食，胃里的东西也早该随尸身一起腐化了。是我误导。验尸断案不可预判在前，越是离奇骇人的场面，越是要按部就班。关键往往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。每年开阳日的日期都是由太史局夜观星象所定，由官府出资筹办。太皇太后还会当场赏赐宫中珍品，只是年年日期不相同。那下一次开阳日是3日后。知道诛杀配方的人，都已经在开阳盛会的受邀名单里了。凶手就在他们之中。从这些人中找出凶手，实在不是件易事。倒不如让凶手主动来找我们，这样我们也省去了不少弯路。死去的女人身上装扮都有相似之处，并且都是擅长弹琵琶的乐伎。如果我扮成与他们一样，吸引凶手的注意，这样凶手自然就会下手。到时候你们再将其当场抓获。不成，此事太过冒险，你不能去。我去通明馆挑一个，打扮成目标人物的样子。是。不行。通明馆的乐伎亦是寻常百姓，我们怎么能拿百姓的命去冒险？再说了，那个凶手的手段如此残忍，万一出了什么好歹，你怎么跟人家家里交代啊？既然你知道危险，你若是遇险，我该如何跟太皇太后，还有张相跟严博士交代？这个案子是我一力主张彻查，若不是我插手，他早就已经结案了。现在就差这最后一步，
理应由我负责到底。官家茶，自然是由官娘子去冒险。让我拿寻常百姓的生命去冒险，我做不到。你若是要办，也得看看自己够不够格。要善弹琵琶，你会吗？哇，没看出来夫人居然这么多才多艺啊！如何，算不算会弹？夫人还真是技艺精湛。再接着弹一曲啊。我累了，今日就先这样。是太累了还是不会啊？到时候在开阳盛会上登台，也打算只弹这几句交差吗？